Are you from Russia? Yes, I'm from Russia. Yeah, is Russia. 在中国东北一处山沟沟的谷地上，散落着104栋俄式木屋。这里四面环山，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在100多年前，这里为什么生活着数千名俄国人？你好，我是阿树，欢迎和我走进西伯利亚大铁路支线中东铁路上的横道河子镇。哎，师傅，像这个横道河子镇啊，你了解它是怎么起历史吗？历史就是原先的最早那个1890几年，俄国人在这修铁路嘛，中国铁路出的名嘛，俄国人。哦，对，那后期日本人也来过嘛。哦，后来日本人跟俄国人打仗，把俄国人打跑了，日本人在这嘎占领了嘛，待了一段时间。哦，从东北虎园打车到横道河子这个镇子上花了15块钱，4公里啊。这个镇子挺冷清的，可能天气太冷了。这个火车站，百年火车站边上有不少的一些餐厅啊，咱们去吃个午餐啊。我太饿了，早餐就吃了一个那个什么鸡蛋汉堡啊。看到俄国游客，因为这个火车站百年老火车站是俄国人建的，拍照的俄国人。中国东方铁路是一条从内蒙古满洲里为起点，途经哈尔滨等地，到达黑龙江绥芬河市的铁路。从绥芬河再往东，就接入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前面绥芬河的影片中，咱们有聊过，没有俄国跟清政府合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支线及中国东方铁路，就没有绥芬河这座城市。同理，如果没有中东铁路在横道河子镇设站，横道河子还只是一片几无人烟的荒凉山区。而到了今天，海陵市横道河子镇成了牡丹江市和哈尔滨之间的交通要道，水满高路和滨绥铁路贯穿全境。这个小镇是因为有摄影师跟这个模特来这里拍照，然后带火的，因为它被人称为是这个北海道嘛。如果它下雪的话，就有一种日本北海道的那种氛围感在这里啊。所以这个社交媒体的不断传播啊，慢慢呢，越来越多游客呢也知道了这个在哈尔滨跟绥芬河之间的这个小镇啊，原本是一个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啊。这里不仅有这种菜馆、餐馆啊，甚至都有一些宾馆了。这名大姐的橙子山货都是半个旅拍工作室啊，可见旅拍是这里的一个经济支撑点啊。Hello. Hello. Are you from Russia? Yes, I'm from Russia. Yeah, из России. Всем привет. How do you know here? I live in Harbin, and that is why I get the excursion. So, do you know the history of the subway station? No. It's built by the Russia. Oh, by Russian people. Yes. So it's the Russia style Yes. building. Yes, I know. Yes, but maybe it's not Russian at all because we haven't got these roofs. No, but the building, yes, it is Russian style. Yes. So have a good time. Oh, have a good time too. Bye bye. Goodbye. Bye bye. Кот. Это кот. In Russian, it means кот. Caught. Кот. Oh, Oh. you like cat? Yes, I like cats very much. So what do you do in Harbin? I'm a teacher. I study. Oh no, I teach Chinese student to Russian language. Привет. Привет. Да, приве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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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а, да. Thank you. Привет. Yes, привет. Spasiba. Spasiba. 你听得出什么意思吗？新学会了一个俄语啊 ，Spasiba。这里有一些俄罗斯特产啊。我跟出租车司机了解了一下，这里的特产的美食是叫金饼，咱们买一个尝一尝。
他家的菜单啊，上面都是明码标价的。跟老板了解一下他家的招牌，就是这个蒜泥肘子，然后68元，2500克。我很想吃这个，但是我肯定吃不完。然后另外一个招牌就是风味茄条，24元，这个我能吃完，所以我点了个这个。今年又新开了很多家那个饭店，感觉你家生意很不错啊。一直都挺好，反正但是就是这2年火了，就更忙一些了。就是说火了以后对你们有什么改变吗？就忙不过来了？就忙不过来，因为我们家就那几口人干活嘛，就是那个招待就是接待能力是有限的然后有的就是接待不过来那这些来的游客主要是哪里来的呢？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也是通过小红书是吧？就是像那个，我就知道去年那帮，就是那个南方来的那帮小女孩子，应该是在小红书上发现的吧。然后再就是我们周边，像那个哈尔滨，你知道吧？知道。哈尔滨，但是这个地方离得挺近嘛，他们就一直知道。原来他们夏天我们人也挺多的，来这儿我们夏天比较凉爽，避暑嘛。这块这个横道这个地方是高寒的地方，就比别的地方冬天偏冷，夏天它也是凉。就是夏天，你看就是3伏天，可能你们那边很热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早晚温差很大。夏天你来没来过我也不知道，没来过。大概就是那样。你看那个机车库吗？机车库你去了吗？待会儿去。那个地方你看它那个不是整那个扇形的那个，不就是原来就是火车到这块儿它上不去嘛，爬不动车。那时候这火车不是蒸汽的嘛，就是到这块儿来，人家带动一下。等一会儿你就看一下，你看人家那个就是俄罗斯人设计那个东西挺那啥的。然后准备去哈尔滨，再到满洲里，我就是走这个中东铁路了嘛。走一遍。对。你好，你这晚多少钱呢？这是多少钱？需不需要米饭？需要米饭。这分量好大呀。家人们，开饭了。现在是下午的1点多了。早餐都没怎么吃，然后现在很饿了。它是油炸的，然后呢是甜口的，就是外面特别焦脆，已经烤了，好吃。这个当零食吃都很好吃，它的口感有点像那种薯条的口感，但是它是甜口的，然后呢可以说外面比较焦脆，里面呢又有点酥软的感觉，太素了。我现在饿的想吃一点肉，刚点了吧又浪费，这个真的好吃。我去加了一个蒜泥的肘子就很想吃那个，因为他说他家招牌是那个，哇，这个分量好大呀！这东北人，你看这个，我的天，比我的脸都要大那么多，怎么吃得完？哇，我的天，这分量好大呀！但是看着特别有食欲。来，这一块给你的。我平时一般不会这么奢侈的，都是吃快餐。加一点这个酱，这个蒜泥就来块肥的吧。哇，这个肉特别的嫩，而且煮的挺软挺烂的。蘸着这个蒜泥，这个蒜泥是咸香口味的。这个茄子真的好吃，它是肥瘦兼宜的这个，太好吃了。咱们来看一下，它就是那种肥而不腻，但是瘦而不柴的那个质地它就有那种油香气但是它又不腻，太绝了。这家店开了20多年了，这里的话，这游客主要就是这2-3年才有的。那么在游客来之前呢，这家店主要是服务周边的一些，比如说铁路工人包括这里的林业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本地的一些居民蘸了蒜泥的。这个分量够4个人吃，一点不夸张。真的希望看视频的你跟我一起吃有一个人在一起吃这个美食的话，那更开心加开心。对吧？
晚饭吃完了，这吃肉都饱了。上家待会儿上不去了，完了留着就往家走了。干啥呀？人他们都没走。哦，你这一个人吃的这是啊？对啊。吃俩菜吃不了。打包满满一袋啊，96块钱。这个理发店还挺有味道的。这个小镇给我一种特别复古的感觉。你像这条路直接就叫水满路啊，应和它这个水满铁路停靠站的一个主题啊。中东铁路机车库、俄罗斯建筑群、中东铁路机车博物馆啊，一些本地的餐厅啊。为了配合这些游客拍照的需求啊，也将自家的这个墙面涂改成这种颇有俄式风情的一个装饰啊。这都是一栋一栋将要拔地而起的所谓俄式建筑啊。好多房屋都贴着卖房的一个广告啊，全是好多售房的哈。走在这个镇子啊，好多地方都感觉荒草丛生的，一片废弃的感觉啊。但是这种废弃的感又跟这里在旅游圈子里面这种欣欣向上的网红旅游打卡地的网红感交融在一起啊，呈现出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吧，生命循环往复的感觉。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处在牡丹江跟哈尔滨两座大城市中间的这个有种荒野般的这个山区里面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很多的居民就在县城啊城市买房了，那么村里面的房子能够变现就变现了，反正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生活了。你看，如果这些房子再不卖出去的话，那人没的时候国家就把这些地又给收回去了。所以这里是朝鲜画家中国创作基地啊，这里还有一个作家交流中心啊，艺术家聚落的一个感觉啊。来这里旅游的如果是年轻啊，大体可以估计是看了抖音啊、小红书这些博主的一个宣传来的。从吃饭的地方走到这里花了20分钟左右吧。中东铁路博物馆也是中东铁路机车库遗址啊，这就是我来横道河子镇的主要原因吧。看一看这个中东铁路的一些痕迹，这些都是中东铁路建筑群的一个遗址啊，还挺多摄影师的，果然是一个因旅拍而闻名蜚声。你看，这是俄国人做的这个铁路啊，它是这样的。这边有这个百年火车头嘛，前进行6924号蒸汽机车，1999年退役。经过历史的沉淀，它已经成为珍贵文物了，如有损坏按价赔偿。在东北这片辽阔的大地上，今天遗留下来的很多历史痕迹，不少就是列强争霸的产物，包括眼前这一条穿过横道河子的中东铁路。在前面的影片中，咱们了解到，清政府与俄国在1858年和1860年签订了2个条约，《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国，但俄国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打了败仗的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但日本的野心同样不止于此。和俄国一样，日本同样对中国东北浩瀚的领土虎视眈眈，觊觎已久。日俄呢，在东北大地上的争霸战开始了。在1896年，俄国派人跟清朝大臣密谈，俄国人说：“我可以帮你派兵抗日，条件是呢，咱们要在中国境内合建一条铁路，接入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样俄国呢从莫斯科到达它的远东海参崴的距离就缩短了数千公里。”清政府同意了。于是呢，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1903年建成通车。游客陆陆续续来了，
你看它大概有10几20条这个铁轨啊，聚合在了一起啊。有多少条铁轨啊，就有多少个门吧。1、2、3、4、5、6、7、8、9、10、11、12、13、14、15，有15个轨道门啊。这个蒸汽机啊，通过蒸汽的作用，然后拉动车轨。我人站在这里显得特别渺小，工业的庞然大物啊。横道河子站呢，在当时是比较出名的，因为它是中东铁路东到绥芬河、西到满洲里的中心站，又是前往哈尔滨的必经之路。而这一个机车库呢，作为铁路列车服务所设的主要存车处啊，该库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蒸汽机被内燃机取代，才停止使用，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被评为中国9大工业遗产之一啊。整个建筑平面为扇形，离车库30米远的吊转机车盘分头向扇形车库通去，共有15个车库门，并列长模组成，每一个库门为一个单位，各个车库门为拱圆形，造型美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存较为完整的扇形蒸汽机机车库。这里是一个中东铁路博物馆，历史印象，追溯100年历史，寻迹中东铁路。水满铁路也就是中东铁路啊，它是从满洲里一路走到哈尔滨，再到绥芬河的，这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之一啊。另外一条支线从哈尔滨到旅顺的。我其实在绥芬河已经参观过中东铁路的博物馆了。1894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修建铁路的中国工人啊，然后准备去勘测。吉林官员。这一排是介绍中东铁路的，而这一排呢是介绍横道河子2等站的。哦。这里还有一个车厢啊，你看我清晰可听见了脚步声。哦，这里，一个是客车的车厢，一个是货车的车厢。哦，这里是蒸汽机的一个发展史啊。这个展馆是介绍世界蒸汽机发展史的，有很多这种历代的蒸汽机火车头啊。毛泽东号蒸汽机车，这个是解放119号，朱德号。哦，嘿，这个有种，这个车的线条挺好。野鸭号又名绿头鸭。这里又介绍了中国蒸汽机车的发展史。哦，它每个展厅都是相连的。哇，这蒸汽车车头这么高大了，哦，太庞大了。这解放型886号蒸汽机车，这上游型0477号蒸汽机车。这里是一些电影的取景地呢，横道河子镇。机车库就逛完了。咱们还有一点时间看一看横道河子的其他观景点。这是横道河子中东铁路建筑群啊，横道河子机务段转运式旧址，现在成了游客接待中心。横道河子镇感觉四面环山啊，这山虽不是太高。中东铁路今天还在运营中啊。这个火车头
也感觉没见过这样子的，像一个巴士的一个车头啊。俄罗斯老街，这游客服务中心都像是废弃了呀。横道河子呢，原本只是一处人烟稀少的山沟。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建设。横道河子这一段路呢，是施工难度最大的，所以呢，有大批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和1.5万中国劳工聚集在这个山沟里。因为铁路要跨过山下的一条小河，故得名横道河子。因其险要的地理位置，铁路通车后呢，横道河子成为中东铁路线上较大的一个2等站。从铁路修筑到投入运营，一直呢有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工人在横道河子工作。此外呢，还有一些白俄贵族、捷克人、波兰人等在此生活，形成了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异域风情小镇。小镇上至今仍保留着104栋俄式建筑，贴着房屋出租的牌子，叫中东铁路建筑群俄式木屋啊。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时建造共包括圣母敬堂教堂、横道子机车库、铁路大白楼、所住地俄式木屋。感觉里面在养鹅呢，你看里面是废弃了，村民家养了一头绵羊，呀，好肥啊这头，哦，它的腿受伤了。这里就是下雪时啊，在一些人看来像日本北海道的地方，所以人们来这里拍照、拍写真啊。房屋出租，哦，这是文物保护单位。这老房子啊，尊敬的供暖用户交暖费了。哦，这是另一头绵羊吗？它腿又好了。曾经的小卖部也是关业状态，感觉人都往县城、往城市迁徙了，乡村空心化，留下来是一些做这种旅游生意的、做民宿的、做餐厅的，还有一些不想在城市生活的老人。感觉好萧条呀，我感觉到处在卖房哎。对，好嘞，看这，哎 ，OK， 好，你站在他身后去，哎，好，两手这样撑在他的手，哎，也可以，稍大一点，这个，哎，好 ，OK， 那你也这样子。一些待售的破废的房子啊，然后越靠近火车站呢，一些很多的崭新的房子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
从刚才的机车库走到这个教堂这里花了20分钟吧。侵华日军在海陵受降地遗址1945年，圣母敬堂教堂，开馆时间9点到下午4点。它上面有俄文的，是繁体字的汉字啊。东正教的一个。中东铁路建筑群系和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时建造的，共包括圣母敬堂教堂、横道河子、机车库、铁路大白楼。Hello 哦，还有梳妆柜、梳妆台啊，一些复古的物件啊。这是木地板，踩在上面咿呀作响。一些老物件啊，密3到3棵树。俄桥在横道河子，出生在横道河子的俄桥。过去横道河子的影像。这名俄罗斯美女挺有意思的，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男生给她拍照，就是她一个人玩出了带了一帮摄影师随行的感觉。因为从侧面看很有亲和力啊，我相信很多国人愿意给她帮忙这样子。这里是俄罗斯老街吧，邮电路29-1号建筑。这里有一家俄货商铺超市。出售俄式小乐，自助餐厅42元一位。邮电路12号建筑，啤酒广场、横道美术馆、画里民宿。这里是牡丹江通信车间，这个跟老照片里的房子基本一样，就是有很多类似烟囱的一个方形屋顶。横道河子，现在这个车厢成了民宿了。横道河子到莫斯科，西伯利亚大铁路嘛。现在下雪了，
这个小雪粒啊，一点一点砸到我这个衣服上啊！我看到远处的山峦上已经白雪皑皑了，咱们用无人机过去看一下。这是我在这一次东北之前第一次看到雪啊！今天是2025年的1月2号，新年的第2天。加入阿树频道的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数。也许你在看这个视频时，它已经突破了10万了。在未来的旅途中，有10万名朋友和我同行，我不再感到孤单。曾经在我看来，10万这个数字如天上的星辰，遥不可及。不敢想，还不到2年的时间，就有那么多朋友看见了我。原来只要用心去创造，勇敢去挑战，努力去打破自己的舒适区，大方分享，不问前程，一些看似遥远的地方，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抵达了。真诚谢谢每一位订阅阿树频道的朋友，你们的喜欢和支持不只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更是我步履不停的后盾。2025年，让我们一起加油，为更好的自己，为更好的世界。谢谢，爱你们。